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在我打扫的时候拉？唉，贫道当年好歹也是数一数二的天师，如今沦落到给你铲屎，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你也觉得是报应？怎么就報應了？你倒是說說。行了行了，當我沒說。不過話說回來，3個月沒算過一卦，3個月沒見過鬼，3個月沒念過一句咒，這日子也挺好。所以你知道我現在最怕什麼嗎？我最怕的不是鬼，不是妖，甚至不是趙蒼蘭那個老王八從地獄裡爬回來。我最怕的是蘇清哥發現我買羊駝的飼料後從他公司食堂順的胡蘿蔔吧。行了行了，你吃都吃了，做羊駝要懂得感恩。對了，給你起個名字，你長得這麼醜，毛還打結，就叫你八爺。為什麼叫八爺？你怎麼來了？我怎麼不能來？你欠我的人情，不會是打算賴賬吧？紅玉姐，您這話說的，我禮部一行走江湖最講究的就是誠信二字，欠債還錢，欠人情還命，天經地義。那就好，這隻羊駝靈覺不錯，知道怕我。那是，紅玉姐，您大老遠從千機閣過來，不會就是為了催債吧？我來看看你死了沒有。托您的福，活得挺好。挺好。面色蠟黃，眼白泛青，印堂晦暗，舌苔厚膩。你最近是不是經常半夜驚醒，一身冷汗，心跳加速，而且總覺得有人在盯着你？別裝了，你以為7天大陣騙過了天道就萬事大吉了？天道不是傻子，他找不到你這個人，但他記得你欠的債，你算命折的壽，你燃魂燒的命，用天罰雷火欠下的因果，這些賬天道一筆一筆都記着，不是抹掉了，是暫緩執行，加利息。所以我還有多久？按你現在這個狀態，最多半年。半年之後，天道收賬，你會死得比趙蒼遼還慘。那有什麼辦法？辦法倒是有。你為什麼要開動物園？啊？因為蘇清哥說我在公司太閒了，讓我找點事兒做。現在當普通人了，養養小動物，修身養性。放屁！你骨子裡還是那這個天師，你救他們是因為你看着他們受苦，你的道心過不去，這才是對的。你師父當年教你的那些都是術，真正的道從來不在降妖除魔上，真正的道在因果。你算命折壽是因為你拿了不該拿的東西，天道的多少就着你欠的賬，這是天道也有一條規則，連天道自己都不能違背。因果可以抵消，你欠了命就還命，不是還你自己的命，是救別人的命。救1條命多一份善因，救100條命天道就不好意思收你，救1000條命天道就得反過來欠你。都是在替我續命。對。那我要救多少隻才能活到80歲？先活過這半年再說吧。對了，你知不知道，你腳下這塊地正對着金茂大廈的地脈節點？什麼意思？意思是你那個7天大陣把金茂大廈底下的東西惹醒了。什麼東西？不知道，但我從千機閣的檔案裡查到，300年前玄清宗的第1代祖師在這座城底下鎮了一樣東西，不是龍脈，不是妖邪，比龍脈更古老，比妖邪更根本。你師父沒告訴你？3天後我會帶一批藥過來，你最好在那之前把動物園擴大一點，因為來的不會只是流浪貓狗。
喂，秦哥，这么晚还不睡？李不一，金浩大厦玻璃里有一只眼睛，树瞳，暗红色。你听我说，叫保安，别坐電梯，別走樓梯，別開窗，別關燈。不管聽到什麼，看到什麼，待在你辦公室裡，不要出來。天亮之前，我來接你。你相信我。八爺，不是猫，是被地脈上身的傀儡。你他媽就不能等我死了再出手？我要是等你死了再出手，你就真的死了。你一個修為全失的廢物，跟5隻被遠古邪神操控的貓打架，打了1分鐘還沒死，已經算你命硬了。你剛才在外面？剛到，高鐵晚點了。3天前我就說了，來的不會只是流浪貓狗。我信了，所以我買了鐵鍬。他們體內本來就有一絲上古靈獸的血脈，只是太稀薄了，稀薄到幾百年都激發不出來。地脈異動把那絲血脈激活了，但激活他們的不是靈氣，是那隻樹瞳的污染，所以他們不是靈獸，是傀儡。地底那隻樹瞳正在通過這些動物向外延伸它的意志，就像一個瞎子在摸周圍的東西。比瞎子更可怕，他在摸，然後把摸到的東西變成自己。一個瞎子摸東西，摸完就完了，但他在摸的同時還在感染，他摸過的每一樣東西都會變成他的一部分。你給我看好了，這就是進化。這個藥叫歸元，300年前苗疆巫醫用來驅邪的，能淨化靈性污染，不是給你吃的，是讓你給他們用的。每一隻被地脈污染的動物，你用藥淨化它，就等於救它一命。
救一條命多一份因果，而且進化過程中釋放的靈氣你可以吸收，雖然不多，但積少成多，夠你重新看到那些東西了。能用多少次？這一罐大概50次，省着點兒。吸吧，吐。叶红云，你那把匕首能刺穿他的皮吗？不能。那怎么办？跑。叶红云，你那把匕首呢？還在貓身上。你出門只帶一把匕首？我他媽是來送藥的。叶红云，做點什麼！林白師，那個桃庫還記得我怎麼用的嗎？滴在額頭上。那隻貓5斤，這隻藏獒至少200斤，按比例一整罐。那剩下的40多條命怎麼辦？你活不過今晚就沒有40多條命了。葉紅宇，如果我把整管藥灌進他嘴裡會怎麼樣？你會被咬成2截。不，我是說他。他會被淨化，從內到外，地脈污染徹底清除，但淨化過程中釋放的靈氣會炸翻他，順便把你炸飛。那就夠了。閉嘴！沒死吧？快了。你看到沒有？你的關氣術
恢復了1秒，够用了。苏青哥在顶层，那東西在找他，他不是被我惹醒的。对，你去哪儿？金茂大厦接人。你现在去什么都做不了，别说那只树童，地脉的余波都能把你撕成碎片。我知道，但我总得去接人。您好，请問您在哪一層？頂層。頂層目前正在維修，可能會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比如您可能會死。抱歉，62層有一位客人要上來。玄清宗弟子被地脉吞了300年，现在成了他的守门人。电梯里打不開。他們的雷法被污染了，威力比生前還大。這東西砍不斷。不是砍，是震。他們的血被污染了，別沾上。八卦困陣被改成了殺陣，站在陣中，修為會被持續壓制，10秒之內，我們連站都站不穩。牡丹花陣，別開，留着對付頂層那個。那現在，有笨方法。你這是？正文刻在地上，我把地砸爛，陣就散了。醜，但有用。李半溪，没事，左手本來就不如右手。他們要把這層樓炸了！玄清宗的弟子300年了，終於可以安息了。歡迎，李布衣，你來了，比我想象的慢了一點。玄清宗第1代祖師，300年前，我用蘇家血脈封印了他，300年後，他用我的道體來迎接你。300年前，玄清祖師以金光神咒五雷震盪封住此地脈。300年後，我用玄清祖師的道體來迎接你。怎麼辦？你有沒有帶其他武器？我只有這根煙桿，還有牡丹花陣，可以維持10秒。夠用了。天雷隱隱，神雷轟轟，神威一發，斬滅邪精，急急如律令。
回春堂的玄火牡丹花粉300年了，配方还在。配方在，人也在。你那300年前的老黄历该更新了。李布衣，真正的戰鬥要開始了，我要施展牡丹花陣，你見機行事。好。牡丹花陣開！律令大神，烽火之尊。我靠，我没念咒啊！金光咒，你的经脉是闭合的，为何还能用？你问我，我问谁去？他自己亮的。3界內外，唯道獨尊。牡丹花陣造！好一个牡丹花陣，小丫頭，你是回春堂第幾代？第18代葉紅雨。記住，這是你最後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你可知回春堂第1代是什麼身份？第1代是貧道的妹妹，當初與玄青山理念不合，離開了。玄火牡丹花粉當初乃是貧道所創，當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認出來了。貧道錯了。夜神聽說，年輕人叫什麼？李邊一。布衣，貧道當年也是布衣，貧道被傀儡了300年，做了300年的錯事，再無臉面苟活於世。貧道的衣缽就傳於你，希望你不要走貧道的後路。祖師走好。恢復了的感覺真好。蘇青哥，醒醒！你怎麼滿身血？來之前跟藏獒打了一架，贏了，不算輸。你3個月前不是說再也不打架了嗎？我沒打架，我是在鏟屎，鏟地脈的屎。蘇總，我算命的本事恢復了。怎麼回事？被藏獒咬了一口就恢復了？蘇總，我還是給你當保鏢吧，動物園的屎太臭了。5個椰子，45塊，記賬。這東西到底怎麼來的？魂鏈，樹瞳跟陣眼之間的靈魂鏈接。300年前玄清宗出祖用蘇家血脈封樹瞳的時候，封印在蘇家血脈裡烙了一條暗金線，線從手腕往心臟方向爬，樹瞳睡得越淺，線爬得越快，線碰到心臟，陣眼死。蘇青哥他媽往上數10代都是33死的，他現在25，線爬得比他媽當年快了1倍，照這個速度，3年，也許更短。
第11代阵言，跟我走。祖师的金光封印只剩最后一层纸了，主人等了3个月，他不想再等了。礼不一，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廣修一劫，正無神通。3界內外，唯道獨尊。體有金光，復應無身。3界侍衛，5帝司營，萬神朝禮，御史雷霆，鬼妖喪膽，精怪王行。臭道士，敢不敢跟我单挑？五雷正法。齐提出律令。五雷收。主人在京城。2个。他说主人在京城等。300年前出祖封了7只树童，主童在金茂壁3，6只副童，京城居庸關、洛陽龍門、長安大雁塔、金陵秦淮河、燕京紫禁城、海城外灘。主童醒了，副童會一只一只跟着醒。怎麼封？找到王振岳，封印守護家族最後傳人。王家世代記錄陣眼數據，他手裡有7竅構造圖，每一只樹童的位置、裂縫寬度、睜眼時間。走吧，蘇總，去京城揍他丫的。京城多遠？800公里，4個小時。開快點。這就是跑車？頻道期共享單車下坡都比他快。你沒放電子手剎？你要不要先給他念個開光咒？這才像話。先回家拿鎮隱錄，拿完再去京城。我家門口沒有水。現在有了，而且這不是給人看的水。反攻水上，墳土泡出來的陰水。有人把這棟活宅往陰宅上改。什麼意思？正常風水，水爆宅聚財聚氣，水反攻就是刀貼着門割過去，破財破身破命。你是陣眼，他不是要破你家的財，他要拖你的命。可以啊，沙灘上剛爬出2具赤豪，回家又給我擺陰宅局，你們這幫東西審美挺陰階。進去。進去，陣眼錄在裡面，他就是衝這個來的。我走後面。保護他，別讓他碰牆，別開燈，別照鏡子。為什麼？這屋子現在是鬼屋，燈借光，鏡開門，牆吃影，你一碰，他就能順着你的影子爬上來。摘心。什麼聲音？這不是有鬼住進來了，是你家這棟房子被養成鬼了。誰動的我家？動風水的人只是刀，過刀的應該是第2隻樹的。他不想讓我們去3樓。錯，3樓是誘餌，他最怕我們看見的，在中宮。風箏中宮，宅之心臟。對。
天地玄宗，萬氣本根，廣修一劫，正無神通。原来你不是来杀人的，把杀阵眼留下。他要镇眼路，他要拖住你，不让你拿到镇眼路，拖到暗金线爬进心口，你不用去京城，第二只树童自己就赢了。北斗猪妖。想回屋里，急急如律令。你记住，这里是蘇清歌的家，不是你的墳。这局不像临时起的。有人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拿镇眼路，所以先见人，再下地脉。王振岳还活着？活着，但王家10年前出过一次事。什么事？第二只树童醒过一次，王家死到急姓王振岳。走。我会提前去告诉你，即使死亡的极限，你想象的血液在四处飞溅，請你別靠近我這。還有一件事，說王振岳有個弟弟，10年前失蹤。不是失蹤，是被第二樹童吞了。